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啊，今年特别害怕一件事儿，那就是被有关部门叫去留置。无论是上至马化腾、马云，还是下到那开餐馆老板，只要一听说留置这两个字儿，浑身哆嗦。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几个企业家留置回来才50多岁呀，纷纷跳楼了。今天我得到一份19人的名单，刚刚出炉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把手怎么就被留置了。那这个措施什么时候放到普通人身上？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1号。昨天啊，我看到国内的资深媒体叫深蓝财经，他发表了一个报文，但很不幸，这个文章发出来没半天嘎了，因为他公布了一个2025年上市公司董事长级别的一把手被留置的名单，谁留置的一清二楚。通常呢，国内说实话的这种媒体啊，本身就很少，是吧？像什么财新啊、经济观察报啊、中国经济报啊，还有这个深蓝都不错。但这种文章只要是上架当天，基本上是秒咖。好在呢，我及时把它给当下来了。今天我就来跟你分析一下，为什么一些50多岁的老板、企业一把手啊，亿万身家，只要一留置出来，人整个就崩溃了。完全对未来失去信心，然后呢一跃而下，一了百了。他们经历了什么呢？一会儿我告诉你。好吧，我们还是讲这个新闻来源和日期。这是发表在2025年7月30日，深蓝财经，这个作者叫杨波。监察风暴来袭，17位 A 股一把手被留置，已有人被刑拘。这正文啊比较长，我就给你拎一下重点。实际上就是这个名单。通常啊，前几天我讲了这个，接下来中共要掀起轮打击社会精英，在社会上寻找钱去建设他的雅江电站啊。很多人觉得这不可能啊，你这个太能联想，能不能啥事都不往那个政治上讲？其实啊，这事儿不已经开始了吗？这些人呢，根本不仅仅是说房地产没干好，今天跳楼的，或者这些被留置的好多行业，我给你看一下哈。第一个，因为上市公司一把手，他只要被留置，按照中国的证券法，你必须要对外公告，所以这个藏不住。第一个呢，人呢叫亚甲国际，董事长叫郭百春，谁留置的他呢？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委，现在还在呢。那第二个叫森坝传感，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叫单森林，留置他的是河南省漯河市什么监察委。第三个叫新美益申，实际控制人兼总经理叫徐征明，他呢是被重庆中县监察委。第四个，这个前几天节目我讲过了，就是居润之家的董事长 CEO 汪林鹏被武汉留置出来直接跳楼了，56岁走的。第五个，嘉源科技，这是一家搞芯片的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王进，他是被某单位监察会。我看了这广告，这广告就是他的公告啊，他就说被某单位监察委，他就不敢说是谁。第六个叫这个叫梅凯龙啊，就是创始人总经理车建新，前几天节目咱也讲过了，现在仍然被云南监察委，他没法跳楼，因为他往往呢是有保护起来了。想死也不容易。第七个 ，ST 华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叫黎仁超，湖北省绥宁监察委。第八个，深物业副总经理徐宏基，深圳市监察委。第九个叫锦金装备，这搞装备的实际控制人董事兼总裁叫江桂婷，他是山西省保德县监察委。第10个。云路股份董事长兼总裁叫李小雨，吉林省吉林市监察委。第11，百川股份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郑铁江，江苏省江阴市监察委。第12，亚光科技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月仙，河南省滑县监察委。
第13，新里程董事长林阳，太原市小电区监察委。第14，国光电器董事总经理李宁，这个是江西省赣州监察委。第15，广联航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叫王增铎，江苏省灌南县监察委。第16人这16、17是一家公司的，一个是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一个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啊，等这俩人全进去了。一个叫孙强，一个叫魏东晓，不过这俩人部门不一样，一个是湖北省桥口区那个字念桥，念什么？桥口区监察委，另外一个呢是神农架区监察委，都是湖北的，但不是一个部门。好，那第18个叫富森美公司的创始人、实际控制人叫刘冰，他是被成都市什么北都区监察委。第19个，这是刚刚的7月28号被监察的世明科技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陆勇，这是被叫启东市监察委，他可是搞光刻机的。刚才跟你说的是这些已经上市公司他必须公布的，那没公布的呢？那可能是他的 N 倍了，那就不是19个人了，那可能是190甚至1900了。我就直接跟你讲吧，所谓留置本质上就是为了搞钱。你说直白点，它就是一个抢钱。你见过他留置的基本上都是什么？贪官、企业家。你见他留置过企业家、留置过艺术家吗？没有吧？那有啥油水，对不对？那留置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这些人出来以后年纪轻轻50多岁就跳楼啊？我简要跟你讲一下。这个留置呢，按照法律规定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我们给你字面解释一下，是监察机关对涉嫌职务违法或犯罪行为的被调查人采取的一种强制性措施，旨在防止妨碍调查。留置并不等于违法或犯罪的决定，而是调查过程中的一种手段。这个手段那就广了。有人讲你如果是警察抓你，行政拘留什么刑事拘留或者什么监视居住，那个稍微呢，它是有24小时监控的。但是这留置它是监察委为了办案子要搞一个人，这个人往往是企业家，这种企业家他留置期限他不是令天算，而是令月，甚至是令年。有的人过去3个月、半年很正常，那这半年他会经历什么呢？会经历一种想死不成的感觉，但想活呢，他天天是度日如年。给你举几个例子他们进去以后，并不像说国民党监狱里灌辣椒水、上老虎凳，拿皮鞭抽是吧？往伤口上撒盐，粗俗。现在人们更注重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就把你的精神给崩溃了，就觉得活着还没啥意思了，赶紧逃离这个地方。你让我说啥我说啥，你让我给谁行贿我行贿了，对吧？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写支票，对吧？实在不行我把房卖了，对吧？我把那个家族信托我给你弄回来，你不要再这样折磨我了。那这个折磨呢，它是全方位的。据一些刑警或者参与执法的人呢给我们这个爆料，给你举几个例子上电话、上大床和上动物，以前我讲的，这次我跟你讲它的惊悚之处在哪里。先说上电话嘛，有些人讲你手上一个正极一个负极，咬那个电话现在不了，现在专门在心理上进行折磨。我相信搞这个人呢，可能多多少少呢，他搞了一些这个心理的训练。你比如说讲把一个人的眼睛蒙起来，赤身裸体，你就在那绑起来以后，因为你并不知道他接下来他要电你什么地方，所以人呢是非常害怕的你想，你没有任何防卫，你已经被绑起来了，对吧？他可能就往人身上的敏感部位，对吧？这个前边什么后边上边下边，一个接正一个接负，所以在这种未知的，你也不知道他下一秒他电你哪儿的时候，那人那种感觉可能就跟那个油锅上蚂蚁差不多了你是没经历过的人是无法完全体验的。所以这个呢，就大多数人可以说50%的人觉得你算了，你让我花多少钱，我想出去
咱结束了。那有些人呢，骨头硬，我本身我还欠着银行好几十亿呢，你现在要我几个亿，我哪给你弄去啊？我现在再给你找银行借嘛，对吧？他觉得我应该挺过来。像这种人呢，可能就会上的第二个更加严酷的手段，就是我们讲那个上大床。原来央视的主持啊，那时候叫当家花旦啊，后来到政法委当那个媒体中心主任了，正厅级，他叫沈冰。他不是写了本书就讲到他的自述吗？他就讲到他上过那个大床，这个大床呢是一个冰冷的床，手脚完全靠着不能动，没有任何人来要打你，但是呢，人的身体你必须是个活动的，心脏它要跳动，它需要这种新陈代谢。如果一个人静止不动啊，那个非常难受，非常的怎么感觉呢？因为你吃饭的时候别人在喂你，你赤身裸体，你没有任何人隐私，你周围的人甭管男的女的都给你看，你说你在那待着简直就是度日如年。大小便的时候怎么解决？拿管子直接给你一呲，你想大冬天那么冷啊，那就跟刀割一样。所以那种对精神一个人尊严的那种摧残，就像一个人像一个鱼一样躺在那个砧板上，大小便都要让别人来给你处理啊，吃饭别人喂你，你想你谁愿意去经受那种东西啊？这个东西可能比那做老虎凳做那个辣椒水呢，喝辣椒水可能还要让人觉得摧残。当然了，也有些人啊，在这一关就过不了了，直接就说：行了，那我服了，你别折腾我了，我觉得这辈子不想再这么过了。还有一种人呢，就是骨头硬。有一些人他觉得我这挣着钱不容易，都是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这是我一生的心血和荣耀。我现在给你，你让我签这股权协议，我扫地出门了，这是我一生的孩子，比我孩子还重要，我凭什么给你？哎，这种人想挺的时候呢，可能就要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这比那个上电话和上大床还要厉害，叫上动物。曾经啊，在河南滑县那个有一个人从里边出来，他就提过，他这个动物呢，有的时候是狗，就是那个警犬啊，非常难看，那舌头老长，大概的人都这么长，半尺多长是吧？每天早上起来啊，你不用洗脸，狗给你舔，哎，美其名曰叫鬼洗脸，这每人对别人对你进行嘲笑，对吧？而且那种那狗的牙齿非常尖，你随时不知道它啥时候它咬你一口，所以那种感觉你就像对面一个未知的东西舔一下啊，一舔可能舔5、6分钟，所以那几分钟啊，比那个上大床可能还要让人心里崩溃。当然有人说这狗它不怕，它可能习惯了，有人可能要上更加让人恐怖的动物了。今天时间关系，我不用给你讲太细啊。咱这个主题不是为了讲这个的。总之，现在是已经公开的办法。还有一种东西，还有注射樟脑油呢，还有那个注射其他东西呢。这个咱们下期或者某期节目我专门给你讲啊，别人爆料那个东西很多，就是这种对身体、心灵和精神方面的摧残，会给他造成什么样的创伤呢？就是一个人出来以后啊，他虽然重获了自由，但他心里已经牢牢的给他封闭起来，因为他一生中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我原来是企业董事长，我是做劳斯莱斯的，是吧？我是和省长握手合影的。现在你们把我弄成这样，而那种不堪的记忆啊，是在他心目中永远无法忘记。他天天要做噩梦，所以感觉算了，我还是想解脱吧，不想过了。就是说，他对未来这种企业起死回生啊，没有，就这种绝望和幻灭感，让他宁可纵身一跃，换了一个平静。所以说，真正的刘志啊，他更多的是抢钱，用这种软暴力和硬暴力进行抢钱。那有人讲了，那这种事儿不是折腾这些企业家吗？这些企业家赚了这么多钱，这一辈子也值了。那有人一辈子挣不了一辆劳斯莱斯，对吧？他可能有5辆，轮着开，人家为了减税。实际上不然。当你发现这个社会上的精英都遭受这种待遇的时候，你作为普通老百姓，作为一个中产阶级，你又能拒绝这些东西吗？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商场中
你做的前10都不一定是上市公司，能做的上市公司的基本上都是头部，这个大家不反对吧？你做的前10都不一定能上市，能做的上市的一定是头部。那他们都为了保自己的生命，都要把自己的资产、股权要卖掉，要转让掉。你要多少钱，我要获自由。那剩下的人呢？他们折腾完了以后啊，头部以下就是那些腰部企业，就是排名前50的啊，前30的，那你接着来吧。终究有一天到什么时候呢？就这些财富都不够填共产党那窟窿的时候，无法养活这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的时候，或者监控队伍的时候，他一定会伸向手呢中产阶级，就手里啊一年能挣那么几十万啊，有个奔驰宝马，他觉得了不离了。因为在前几年，吴敬琏先生曾经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他有个评价，我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啊，我只是记住第一句非常明确，他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啊还十分幼稚，搞不清自己的根本利益在哪里，以为住上个房子开上好车就成功了，实际上没有一个好的制度作为安排，他们的未来是没有保证的。我觉得应该是基本算原话背吧啊，不信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原文。你看吴敬琏他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理解和这个评价，你看看现在是不是有些人开劳斯莱斯的，现在居然被狗舔着洗脸啊？他能想到这一点吗？在未来的他有什么这个面子可言呢？那几乎是生不如死了。所以说，精英遭受这些东西啊，它只是一个前兆，接下来终究会引向中产阶级，然后就是普通的平民。这何尝不是历史的重演呢？因为在三反五反时期和大跃进时期啊，只要是上边所谓的党中央，实际上就是党主席或者总书记，他一句话大炼钢铁，因为啊，他希望在某一个单一指标上超越美国，超英赶美嘛，来保持自己共产主义的优越性。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啊？那全国都要建小高楼啊，小高炉啊，建完小高楼哪来的铁原料？就拿老百姓家里的锅、门上的把手、你抽屉的螺丝，你都弄过来。村长、民兵连长，每家每户人人过关，直到你家里没啥金属了，门锁都没有了，怎么锁门啊？哎，拿那绳子绑一下就行了。那能防住贼吗？当然了，贼进来以后发现，除了那碗是陶瓷的，有个手电筒，那啥也没有了。所以那时候统一是都穷。你以为这种对所有平民的收刮，那是最后一次吗？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我分明嗅到了这种卷土重来的味道。当然了，你觉得接下来中国人民，或者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会不会走向原来的道路？它到底有没有可能长记性，走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来探讨。再见。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再见。